你不是当时伤我的那个人，你的仙力远高于他。手下无用，我便亲自前来。我知道玄香教了你神器嵌体之法，如若你不自愿交出，我便无法取得。但是你仙力被封，敌不过我，现在交出来，我保证你朋友们平安无事。你到底是谁？交出神器，我便解你心头疑惑，让你死而无憾。若今日与你玉石俱焚，岂不更死而无憾？放心，我没事儿。美秘仙居，这是傀儡术。连带。嫌疑破损，必然殒命。无药可医，没想到你竟然能够集齐3神器，稳住了心脉。我更没有想到，这个傻丫头甘愿自舍真身相救，保住你的性命。繁琐牵挂皆为心障，她的存在必定会是你的命门。你放了他，要不然我就亲手毁了这3件法器。哼！不要躺着！小小一只花妖与我的大计无碍。我只是想亲手要了你的命。唐昭，唐昭不要！唐昭，咱们昨晚不是说好的吗？玉石收破都不会交出神器。我是小人。说好不作数的，对不住了，我必须要亲手杀了你，才能够放心。恐怕不能如你所愿了。看看你自己的手，普通的凡人法器困不住你，把你吸进玉葫芦，不过是想将同命咒种在你的身上而已。同命咒，没错，我们苦心研究出来的法咒，为了就是防止你杀人灭口。中咒人、施咒人命脉相连，你若是伤他，便会长出黑纹，伤他越深，黑纹便会越多。你隐秘行事，不过是不想惊动天界。若是满脸黑斑的回去，别人会引起怀疑。若想破咒的话，只需7日，不施仙法，精心修化。若是在破此咒之前，唐周不幸殒命，你便会和他一起魂灵聚散。我不相信。雨墨，你到底是何人？还敢装成我师父的样子？你仙意受损至此，又受了我一掌。我杀不杀你没有什么分别。7日之后，我自会派人来替你收尸。唐周，紫菱琳琅已经救下，送回夜来山了，放心吧。唐周，唐周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这是什么？不好！怎么回事？唐周，唐周，我的汉难之力为何注入不了？他这样下去会死吗？我方才暗中已经试过他的灵力，他冒险使用灵力，心力受损，元神不稳，而且他们必然已经知晓你四叶汉丹的妙用之处，在打斗当中动了手脚。现在赶紧将唐周送回夜来山，用温泉水进行治疗。
徒弟，刚才所发生的一切，你可都看清楚了，务必如实记录，上报天界。此事事关清离帝君应渊的生死，切勿怠慢。小仙明白，看刚才那神秘人的功法，至少是个修为极高的上仙，可那人面也不露。小仙仙职低微，只怕这信传到天界，到不了帝尊手里，就会被中途拦截呀。您放心，7日之内，我定会让他返回天界。到时候按照去信的线索去探，便知是谁拦了此信，此人便会真相大白。小仙明白，公子放心。你想了啊，唐公子。这里呢是耶兰山的温泉宝地，大伤小伤都能治。你放心吧，现在耶兰山所有的小妖都在想办法救你，你一定会没事的。谢谢你们。你怎么了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有点恶心，想吐。是吗？我看你先前救琳琅的时候，不是挺威武的吗？哦，说不定是你在上天修行的时候，曾经被唐公子捉弄过。瞎说什么呢？我这身手，向来只有我欺负别人的份儿。是。心灵不稳，猎魂症发作，没吓着你。后退。很不好意思啊，唐公子，我今天可能是肚子不太舒服。你的大恩，下次再来拜谢。改日我带着琳琅再来拜谢。每次见到你这位朋友，都觉得非常亲切，而且总想摸摸他的脑袋。莫非过往真的是有过什么机缘？天机不可泄露。别担心，这温泉倒颇有神效，耳目清明不少。真没想到，事情最终还是到了这个地步，这般连累你，我不知该如何报答。你这报答的不是挺好的吗？于山主若是我小气得很。我并非指的是颜丹，只要你给我找一块有山有水的墓地便好。偏不舍得便宜你。我是万妖之王，一个万妖之王治好了一个捉妖天师。这样的美谈，怎能放过？你不必多想，在此安心养伤便是。魔界人皆已丧命，那个神秘人明明功法招式，
都是天界仙法，可为何他还会傀儡术？我也传信问了柳微阳，他说，这个法术只有他和魔族的长老会用。可是那些长老早已成了生死场上搓磨千年的骨灰，现如今会这个法术的，除了他以外，还有一人。只是我不方便多问罢了。陶子期，没错。陶子期刚刚重生，心里绝不可能与那神秘人相提并论。但如果他在仙魔大战之前将此术交给了仙界同僚，我也这么想，所以我回信，要他们来山境一聚，想借此机会好好聊聊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何人习得傀儡术？颜淡呢？在藏书阁，为了你寻找治疗的方法，以及地址的线索。你中掌之后，体内仙气冲撞，脉息闭塞，无论是药石还是灵力，都无法注入你体内。如若不赶快找到破解之法，我怕你撑不了半个月。想杀我的人，当年出了纰漏。这一掌，想来他已思虑万全，无法轻易化解。神器所在，必生异象。我也一直在找各个神器的线索，唯有地址，从未听说过任何只言片语。纵使寻得了一个神器，也无法阻止仙衣破损。你虽游历四海，也不过是一人之力。我为万妖之王，手下掌管万妖，说不定很快就能找到地址的线索呢。若真注定一死，何苦拖延时日？那神秘人中了同命咒，与我一起魂飞魄散。至少，我死前的日子，能与你还有颜淡一起度过，我已经没有遗憾了。雨墨，为了颜淡，我还有一件事要去做。我们只有7日的时间，7日后那神秘人逼出体内的同命咒，便会再下杀手。届时，或许野兰山都要大祸临头。可四海之大，典籍之多，我去哪儿找呢？难道要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再死一次吗？燕丹姑娘，不好了！大殿里来了位妖友，要叶兰山给他一个交代。我才多久没回来，就有人敢来叶兰山闹事儿，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。族长大人，之间的都是误会。您看看我们紫炎琳琅在我们山境养得多好啊，白净可爱的，皮毛这么的光滑。那绑架的事情真的都是意外，我们把他们像家人一样对待。您为什么非要带走他们呢？好了，别晃我了，都快给我晃死了！什么家人呐？琳琅来了山境那么久，一个名分都没有，还被来历不明的人掳走，险些出事。我们胡族讲究有恩必报。是。当初为了紫妍的性命，琳琅愿意下嫁。感情反倒是你们野兰山瞧不上我们琳琅了是吧？不，我看您说的瞧得上，是之前我们山境遇到了一些事情，比较忙，所以就行，别拿事忙来搪塞我啊！要他们留下可以，姐弟俩被人掳走的账我也能略去不提，只要于墨山主明媒正娶琳琅为妻。颜淡姑娘下嫁紫妍，我不仅一句说辞没有，彩礼和聘礼我也一定是给足诚意。紫妍，别添乱。
是这样的，族长，我们琳琅姑娘虽然一开始吧是奔着于墨来的，可这段时间她在我们岩兰山相处的时候，却被另外一位青年才俊深深的吸引了，对吧，琳琅？对。青年才俊啊，你们山境除了山主之外，还有什么青年才俊呢？别是琳琅贪玩，你们随便拉出个乌龟小王八来糊弄我呀？不是的，爹，我谁敢带琳琅走，我和他拼命！爹，他就是我爱上的那个乌龟小王八，我嘉定他了。爹，我们胡族出身仙族，之前架龙架凤都是有的。如今虽被除了仙籍，但你也毕竟是我辛辛苦苦养了几百年的闺女，竟要下嫁给一只吃臭鱼烂虾的乌龟呢？族长，有话好好说，别激动，别激动。对，爹，消消气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是不是铁了心要嫁给他？爹，我和紫菱被劫之时就立下了誓言，只要能活着出去，我们必定要厮守一生，永远都不分开。岳父大人，如果能让我娶琳琅，我保证，我不吃虾，不吃鱼。好，您答应了？我现在就死给你们看！林神阳，你我是保不住了，族长。林神阳，你我是保不住了，族长。什么秘密？事已至此，我就跟你们说了吧。紫菱，你不是一只普通的乌龟，紫菱乃是天上的神龟，师承仙世的北冥仙君，吸收玄息崖的日月精华，所以它是一只仙龟。我以为我只是仙池里的普通乌龟，原来我的主子是北冥仙君，真的假的？你少说话。这就是紫菱的仙身。我还以为我妖元内丹长得别具一格呢，原来如此宝贵啊！岳父大人，只要你同意把琳琅嫁给我，这仙灵，我送给琳琅当囚体都可以。爹，你纵然是曾在天上修炼的仙族，可现在还不是下凡为妖了？我们胡族历来没有跟龟族联姻的规矩，这要是传扬出去，我可爹，我不在乎他是不是仙族，我只在乎他是不是一心一意的爱我一个人。爹，我求你了，您答应我好不好？您成全我们两个好不好？爹，求您了，您成全我们吧。我也求你了，我舍不得离开山境，也舍不得离开山主大人和颜淡姐姐。爹，听着，亲事需要在这山主大殿上办，摆满88桌流水席，以示庄重。爹，88桌，山境哪还有那么多银子？来，倾家荡产也要摆上。还有啊，要找一个有头有脸的神仙来做证婚人。爹，你不是在天界修炼过吗？你不会连一个上仙都不认识吧？族长，冒昧的问一句哈，必须是上仙吗？于墨是万妖之王，他出来证婚应该挺有面子的吧？对。或者地仙可以吗？我认识一个土地仙，他人特别好，您看您要不？不行，我们走了。待你们找到一个上仙，再来胡族一亲吧。爹，走。老族长还请留步。于墨山主，听说老夫喧哗无礼之罪，可是琳琅是我最疼爱的女儿啊。老族长爱女心切，我能理解。找个上仙证婚又有何难呢？下凡历难的帝君上仙，您可满意？帝君？琳琅与紫菱是因我而受累，
我便做一回证婚人，为他们讨个彩头。帝君在上，老夫失礼。爹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啊！他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跪下！他就是唐天师，都跪捉妖的。帝君是我们狐族的恩人呐，创世之战，多亏帝君相救，狐族才逃过被修罗族灭族之祸。昔年狐族偷生躲战，天庭战胜后，本欲问罪，将我狐族赶出仙族，我等备受欺凌。皆因您的仁慈，为狐族保下了领地，我族才存活至今。狐族宗庙中一直挂着您的画像，每任族长皆感恩供奉您的恩德呀。我下凡历劫，往事已经不记得了。若曾经的善举能得到今日的善果，那必是好事。只要琳琅与紫菱两情相悦，我愿意和颜丹一同为他们做证婚人，为他们操办婚事。岳父大人，紫菱10000个愿意。若能娶琳琅为妻，我定视她为宝，爱其所爱，恨其所恨。即使天崩地裂，水河逆转，不改我心。若有失言，挫骨扬灰，不得轮回。是条汉子，这门亲事我准了。既然唐公子如此高贵，又与你们狐族如此有缘，那这88桌流水席是不是？帝君，哦不，唐公子如果赏脸为小女做证婚人，是我狐族莫大的荣幸，怎还敢提任何要求？老夫愿倾尽狐族之力，奉上祖传万年的法籍宝典作为还礼。琳琅为耶兰山结草衔环，做牛做马都是应该的，这是天定的姻缘。万年的法籍宝典，办！这门亲事得马上办。哎，我说你能不能管好你那几个猎魂啊？到处乱窜，这晚上万一出来的话，会吓坏胆小的小妖的。醒来始终不见你踪影，我只好让他们去找你了。这正好呢，成全了一桩好事。你该怎么谢我？我看意外之喜是这箱法籍宝典吧，没想到那狐族族长还真是说话算数，这么快就托人把1箱子法典给搬过来了。我看这里面18000的册子里，肯定有破解神秘人内掌的法术。我看这本《芙蓉心经》还不错，专以本源亏虚，内阳外泄者修炼。这本不适合你。怎么不适合我了？我看看。我说不适合就是不适合你。哎，你还给我！修炼此物，修炼者须尽除衣衫，另择一人以法力注入玄冰之中，用玄冰擦拭其全身。我看挺合适的呀。你这小人，适合你不适合我。哎，你干嘛？你说要救我的呀？是的不是？怎么知道不合适？我不要。这书上不是写的明明白白的吗？哎，只擦一个地方啊！你不要要求太多了，好不好？
还有脖子呢。你弄疼我了？哎，怎么不好意思了？我才没有不好意思，我很好意思。你好意思，那为什么你要停啊？继续。我这仙灵又开始疼了。既然那么疼，要不我给你擦擦呀？黑土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你快点吧，帮他擦吧。行了，伤得那么重，多留点心思给自己吧。何况装病求怜爱，这都是我用过的招数，根本就不管用。有用就行，人之将死，最重要的就是开开心心。严旦，赵兰的回信，我放在藏书阁了，有空你去看看。此掌无药可解，对吗？怎么会呢？肯定有解决的办法。没看刚刚于墨都说了吗？赵兰已经回信了，肯定想到办法了。你等晚一些，我们商量好了，我来找你。你先在这儿好好泡着。严旦，我在这人世间已经20载了，看来也没有什么成亲的机会了。所以，明天琳琅和紫琳的大婚，我们都开开心心的，好吗？你说什么呢？我们大家都开开心心的，我也很开心啊。而且你相信我吧，你肯定不会死的。枯石掌，顾名思义，中掌者会如石头般经脉闭塞，无论是药石、法力都无法注入体内。救助者纵然法力再高，也会被本体击毁。若中掌者本就有脉息相撞之症，因无法调息固本，会在10日后毙命。此掌从无消解之法，劝君绝不可妄自施法相救，恐会累及自身，双双丧命。严旦，吃点东西吧。我找到了，于墨，我找到了。你看，这个太素经里面有9981式，每一招每一式都是可以修复延命之术。我能救唐周了，我可以救他的命了。严旦，赵兰说了，此掌无解，如你非要用法力相救，法力定会回到你自己身上，没用的。那怎么办？我问你，现在我该怎么办？难道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，不去救他吗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跟你发脾气的，我只是……没关系，严旦，唐周是我生死与共的朋友，我当然希望他能好好的活着。我知道，如果唐周死了，你定然会伤心欲绝。我从没有想过让你放弃，我已经散尽妖兵，下山寻找地址的线索，说不定一旦找到了，他的仙力就会平稳了呢。这是耶来山欠唐周的，我们自当竭力报答。以目前来说，只有你开心，他才会开心，对吗？于墨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就你这快断气的样子，还想着给人证婚呢？待婚宴礼成，我便也死而无憾了。我死后，你再去寻一个新主吧。你若死了，这世间我再无可效忠之主了。
我有一心法，或可一试。没用的。燕丹和于魔查遍了仙界法典，都是无解。心法最为好使，别再折腾了。我这个心法它绝对不同，你若学了呢，或许能有利撑到婚宴之日呢。怎么样，学不学？妖门邪术不学。你是我的剑主，我怎么可能害你呢？来来来，试一试。五感皆忘，60为空，玄机逆转。我虽被下了咒，不能将你身世吐露，但还是让你学会了你父亲的独门心法——永夜功。只要你过了此劫，早晚会殊途同归，我修罗族也可心愿得偿。全部跪下！尊主，这是灵柏族最后一批战俘。恭喜尊主，有了这些灵力注意，您的永夜功可化真境。吸食战俘可增强修为，能保我军战无不胜。可我族天生命短，此必不出难成霸业。若有上世元尊冉青的7曜神玉在手，吞噬他人性命，一命千秋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我们也曾多次派人上天，企图窃取神玉，却皆不是冉青的对手。那时他还没有遇见我。全族还妄想吸我灵力，我宁可自绝，也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你能不能死，那是我说了算。尊主，冉青打来了。来得好。今日永夜功一旦习得，便深植你体内，自修运转。待此功日积月累，修习深厚，世上再无人能挡得住你的修罗神力。待修罗族一统3界，你父亲阴魂有灵，必会欣慰。哎呀，我真不是。走了，听话，走。
要不然这样吧，来，你拿着，你去啊。不行，我们多亏了唐周，要不然爹爹就不答应我们的婚事了。怎么着，这喜饼也得亲自送到他手上。聊表谢意，走。还是算了吧。哎，小乌龟，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跟他有什么过节？要不然你怎么说出见了他就恶心想吐这种鬼话呢？我真没有，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看见他我就恶心犯呕。话说，我们仙龟也没什么天敌啊，是吧？那走吧。不。你一会儿对人态度好点啊。唐周，是他啊！竟然是他！谁啊？又来，小乌龟！小乌龟，找到你了，出来吧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不想跟我成婚了？不是，是。杀尽天下，番归人，什么意思啊？好吧，我告诉你，其实，在修成人身之前，我就是一只普通的小乌龟。但在天上的时候啊，有一个神仙，天天跑过来翻我，把我翻过来翻过去，翻过来翻过去。他每天都翻我，导致我在天上的时候啊，就没有一天是清醒不想吐的。翻我的那个人，他就是唐周，难怪每次看见他都想吐。你怎么笑这么开心啊？你是不是觉得挺丢人的？不想跟我成婚了？那我就更要嫁给你了，这样以后我保护你，没有人再敢翻你了，只有我能翻你哦。你这儿怎么有凡人用的针线啊？你该不会是想学刺猬吧？把针扎到龟壳上，然后就没有人敢翻你了，是吗？这个呢，是给你新婚准备的礼物。这样，你把眼睛闭上。什么嘛，神神秘秘的。睁开吧。那日，我们被困在山洞，我眼睁睁看着你被人断了尾，却无能为力。我现在做了一条，至少弥补个1/1000吧。你这是在哪儿找的？你就别管那么多了，你就说喜不喜欢。这虎尾里边的骨头
尾巴呢？啊，你尾巴呢？去哪儿了？你笨蛋啊！你去哪儿了？我不要你为我做这些。尾巴呢？反正我在常人面前也不会露出原形，这尾巴有和没有都一样。脊椎骨嘛，没关系，我有龟壳，少几块骨头也没事的。你看这个，我知道你喜欢漂亮的，是骨头突突的不好看，我就学着凡人的法子，把毛线一根一根的牵上去。你放心，等我们以后成了婚，我一定好好修炼。我保证，以后没有人可以欺负你。我相信你。可是，我们是明日成婚。我早就是你的新娘了。我等不了明日了。这婚事筹备交给我就行了，你这身子不好好在温泉里泡着，非要过来看，你不放心啊？我这身子挺好的，也不是不放心吧。我呢是想和你一起来看看这婚宴的样子，这成亲呢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？这流程可复杂了，出轿呢要射箭，跨马鞍，要成亲，结拜，还要敬酒，最后还要结发谢媒。那么复杂？那万一出了差错怎么办？这个问题问得好。如果我出了差错的话，估计胡族族长会当众把我打死吧。哦，那要不然这样吧，我们先演练一遍，知道流程之后呢，就算出了差错，也能补救啊。严丹，这次呢，是我唯一一次当证婚人，希望不要发生意外。可这个流程很复杂，很漫长，我怕你离开温泉的时间太久了，你这样身子会熬不住的。久一点不也挺好的吗？什么？没什么，我撑得住，放心吧。严丹，你不是最爱演戏折子吗？自称夜阑珊第一戏吧？怎么，怕露怯不成？新郎三箭，邪气进去。你小心点儿，别说到我。好好演，专心一点。多少发黄的心，碧落无趣到流泪的人间去，却以为常有四海的月，尘埃如洗，难过欢喜，不经意的忘记，你掠光了青丝缠入。请新娘子下轿。还沉迷于一瞬间花开的时息，偶尔兴起也泛愁绪，温柔无处跨过马鞍，阖家平安。分一半出去。都怪时光风絮，红尘沙一吹向你，心自涌入潮汐，频频为
安静，情之所起。五代见面，传宗接代。我的痴情，我的誓言，一次看懂万物凋敝。第一次成亲这么紧张？请新郎挑下新娘盖头，从此称心如意。风是红尘沙一吹向你，情字涌入潮汐，频频问起，情之所起。只怕眼角泪滴，一次融掉你背影。我的痴情，我的誓言，我的全部都偏向你。数着春秋来去，一往而深，向你前行。美在沉香人静，尘埃落定，仍有期许。听闻良辰佳句，两人美景总相映。风凉本性，冰生一地，不妨似雨大梦不醒。就往浮云皱皱细细。哎，酒就不用喝了吧，接下来都是你的戏份了。我？新郎和新娘按理说要谢媒人的，可他们没有媒人，就只能谢你了。而且按理说你是要回礼的，你想好要还什么了吗？琳琅呢，喜欢那种华而不实的东西；紫菱喜欢热闹不死板的。我想到了。原来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是这么幸福的事啊！请新人谢媒。又来，别动别动。紫菱，她这是怎么了？他总是恶心想吐，盖上盖头就好了。对，怎么一直打嗝不停啊？多谢唐公子成全。鞠躬啊！祝你们永结同心，恩爱不移。请唐公子还礼。我的礼物吧，这山主大殿放不下，请诸位随我移步殿外。山主送的什么东西啊？坤，你怎么会？我最近呢，总是梦到这个异兽。燕丹，我需要你的助力，才能完成。动来。
你第一次看星星的时候，我不在你身边。后来那变成了一段痛苦的记忆，所以我想还你一片快乐的星空。这是仙丽。琳琅他爹，再也没有比这更华贵体面的婚事了。琳琅嫁得好啊！哎，是啊，是啊，哎，是啊。我宁愿是在这7日之内死了。那神秘人中了投命咒，与我一起魂飞魄散。他如此耗费仙力，是有意要自保而亡。唐周，别犯傻，你快下来！良辰美景，正宜赏夜的好景色。山主大人，你别这么小气啊！唐周，于墨说的对，你本身仙衣破损，越是这样会消耗你更多的仙力，还是赶紧下去吧。就让我这么任性一会儿。燕丹，你有没有喜欢过我？我不能。也好，这样我死了，你就不会那么伤心了。我不会让你死的。燕丹，若若晚挨过7日，那神秘人解了投命咒，再次杀来，我如何保护你？我不怕死，我只是不能接受那种最坏的可能，就是他在我面前伤害你。燕丹，我多希望你先遇上、先爱上的人是我。若有来生就好了。若有来生。唐周，唐周，唐周！地址竟然在这儿，我们务必得先一步取走地址。若让应渊得了此物，稳住了仙力，可就不好了。是我大意，不然不会令应渊活到今日。你知道就好。地址物如其名，可令山崩止，也可令良田毁。
且不说此物向来不露痕迹，难以寻觅，便是他们真找着了，要取出此物，这么个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，便要化为废墟，他的朋友们怎会允许？是啊，地旨不可强取，否则应渊为夺地旨，当场爆体而死，只会牵连于我。不过我这同命咒还有几日才能消除？应江，你即刻下凡，待到7日之期一至便动手。我们忍辱负重这么多年谋定下的局面，若这次还有万一，杀不了应渊，我愿自觉谢罪。那地址由谁去取？如今凡界知晓应渊未死之人太多，那些人虽不足为惧，但真若闹起来，恐怕也会惹我们一身腥。不急，他的命门在我手里。有一人最在意仙阶荣耀，一心想光耀门楣，是该给他一个机会了。四海祥和，三界相荣，皆赖竹青。今日退朝吧。启奏帝尊，太幽尚有一事禀报。太幽门下弟子在下凡巡查之时，发现昔日应渊帝君所用神器地旨，如今落入妖族驻地野兰山境之中。太幽深恐地旨为野兰山妖孽所用，恳请天帝着人寻回。太幽星君这番话听着真是刺耳。我听闻这些年来野兰山境众妖治理颇好，与凡人两不相犯，怎么在你嘴里却成了邪祟乱党，意图不轨？地旨本是在仙魔之战中遗落，如若强行取出，极易山崩地裂，于凡界民生恐是大难。芷溪，你是妙法阁掌事，按律所有法器的保管修缮皆在你处，你有何见解？地旨为上古神器，那天界便理应收回。月瑶仙君的顾虑也确实有理，好在妙法阁昔日便研习过如何收取大型法器，只需可结阵收器，在不过度损坏野兰山山貌的前提下，将地旨取回。好，果然兰心蕙质，身体无异，此事便交由你去办吧，务必要将地旨完好取回。看到地旨，亦可稍解吾痛失应渊的苦楚啊！芷溪必定不辱使命。芷溪啊，师兄，有件事阴牵连甚大，说了怕是要受连累，我就一直没有告诉你。如今在野兰山境中，陆明，你怎么在这闲聊呢？刚刚还看司慕四处找你，许是帝尊要你服侍呢。好，我即刻就去。星君故意遣走陆明，可是有什么话要指点？芷溪仙子统领妙法阁有方，又是帝尊跟前的红人，指点二字如何说的？取神器之事是一件颇有荣耀的美差，这是帝尊对你的器重啊。我猜地旨取回之后，芷溪仙子的仙阶便要再往上抬抬了。只是这美差之下，细思却有一层隐患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星君有言直说便是。芷溪仙子昔日有剖心救主的佳话，可这天界一度传得沸沸扬扬。传言这救命之恩是因芷溪仙子动了情。青离帝君已然仙逝，星君此言未免有诋毁之嫌。
应渊君心中唯有天下，我对他只有钦佩和仰慕之情。当年帝尊早已用断情线证明清白了。可这断情线只能断两情相悦，却断不了单相思。你，我的话或许不中听，可句句都是为了仙子考量。传闻野兰山中多有蛊惑人心的妖魅，万一蛊惑了你的心神，这地旨没取好，传到天界，定会编排仙子是阴晴乱至，帝尊必会发怒。神仙不得有情，我自然是知道。只惜所行所为，皆为解帝尊之忧，全妙法阁掌事之职，绝无半点私心，也绝不会给他人编排污蔑的机会。还是只惜仙子最求上进，不然也不会如此年轻便担任高阶要职。昔日仙子为了仙阶，连亲妹妹都能大义灭亲，愿这次也能分清轻重，做出取舍，莫让这些年的努力毁于一旦呢。不行，一眼无法进入体内。若是知道主持婚事会让唐公子病症加剧，我们绝不会强人所难的。是我和紫菱过于心急了。他线下药也灌不进去，灵力也输入不了，可怎么办呢？现如今，仙力已经溢出躯体了，用不了一日，他便要仙力爆体而死。让我用太素经试试吧。不可，他现如今仙力蛮横，这样下去，我不怕伤了你。受伤。唐州如今经脉闭塞，你用太素经也是无用啊。那个神明人一掌便封了他所有经脉，太素经里有9981式，我不相信这些招式救不了他。颜淡，不必拦我，我心已决。颜淡，颜淡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没事了。颜淡，你这样救不了他，反而会自残。颜淡，不要伤害自己了。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，但请你们让我救救他，请你们让我试一试，可以吗？颜淡，云墨，你让颜淡再试一次，如果还是不行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啊。住手！我还想再试试。颜淡，颜淡，不能再让他疯下去了，赶快把唐舟送到温泉，温泉可以修复他的灵力，免得他的身体被灼伤。好。好。果真在此。知悉啊，
有件事您牵连甚大，说了怕是要受连累，我就一直没有告诉你。如今这野兰山境中，难道这山境中，当真有什么古怪？一定要探查究竟。应元君，他没有死。为何他的仙衣竟是破损的？这仙力冲撞，绝非肉体凡胎可以承受。如若仙身被仙灵炸开，元神也必要灰飞烟灭。枯石掌，好歹毒的手段！眼下只能先敷上净魄膏，让他体内的仙力稳定些许。之前太优对我说的那番话，可是早知应元君在此，不欲我出手相救，我是否破坏了丽娜？应元君又为何在妖族之地？若我先带他归天，会否落人口舌，反误了他的清誉？颜淡，怎么会有天际的星辰？难道是……芷溪，姐姐。芷溪，我知道是你，你出来啊！你为何不出来见我？芷溪，你曾经说过，芷溪会永远保护颜淡，永远不离开颜淡。你食言了一次，还要再食言第二次吗？你说过，永远不会原谅我。如今，我又有何颜面来面对你？若你真的不想见我，那为何我刚刚要摔倒之时，你怕我受伤，要出手相救呢？我害你仙命折损，沦落凡界，如今便是搭救万次，也不能赎清往日罪过。我不配站在你面前，也不配做你的姐姐。别哭了，
丑死了，小黄猫似的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无论师傅怎么责罚你，那些仙官如何嘲笑你、污蔑你，你从没哭过。那个时候我就知道，我的姐姐是四叶汉旦一族最优秀的仙官。怎么如今这些愿望都实现了，反而哭起来了呢？我是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一切，仙阶仙职，仙家的钦佩，天地的信任。可我才发现，得到了这一切，没有你在身边，这一切便毫无意义。你跳桥之日，我全当自己也死去了一半。往后余生，我活着便不再是为了自己，只为忍辱负重，苦心修炼，将你所受的痛苦100倍还给银灯。恶有恶报，他的报应已至，也该轮到我了。我不杀伯仁，伯仁却因我而死。当然，你万念俱灰的跳桥，终是因我一念之差导致。此为断慧笔，扎至伤入神髓，痛彻100年。若能减缓你心中的一丝憎恨，无论怎样惩罚我，我都愿意。当真？你看，这是什么？我把心情都收集起来了。我的惩罚便是止心与元旦，从此以后再无生别，只有死离。你可愿意还认我这个姐姐？不然呢？那你呢？你曾后悔有过我这个妹妹吗？从未。你千年苦心修行，而我千年只懂得贪玩享乐。我所有不想做的差事，姐姐你都帮我做了。我犯错时，你帮我打掩护，帮我承担，帮我扛了责任。你把所有好吃的好用的都留给了我。那个时候你都没有不要我这个妹妹。如今姐姐只是犯了一点错误，我怎么可能会撇下你呢？当年下雨之时，我怨你是真的，可这些年来，我想你也是真的。我在凡间遇到了银灯，我亲手把他杀掉了，我厉害吗？这样一想，当年的仇你也替我报了。凡劫数载，我经历了颇多，我也明白了你当时的心魔。往日的种种，我早就原谅你了。姐姐，我们四叶汉旦一族灵根相连，你永远是我最亲的人。姐姐，颜旦，我好想你，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。颜旦，你居然能在凡界和应元君再度相遇，此等缘分，实属难得。姐姐，如今你是妙法阁掌事，一定见多识广，你可以告诉我，
如何才能寻回地质神器吗？你要找神器地址？难道是为了救帝君？明明20年前，天界已公示他罹难而亡，为何方才我却在温泉畔见到了他？仙衣破损，还中了枯石掌。你这么聪明，一定知道为什么。天界有人不想让他回去。难道是太幽星君？如今他已经丧失仙界记忆，修为全散，已经是一个普通的凡人。而现在中了枯石掌，仙力涌动，再难平息。若是没有神器地址稳住仙灵，恐怕不出几日，便会不明不白死在人间。可天界早有律例，任何人不得干涉仙神罹难。而我此次下凡的任务，正是要取走神器地址。依天规章程，我理应先把地址带回天，上禀帝君受伤一事，再下凡搭救。他如今命在旦夕，已经等不及天规章程。况且行凶之人尚在天界，若是地址回到天庭，他必死无疑。姐姐，我知道你不想因此犯戒，这样，你告诉我如何做，我来动手，我不会牵连你的仙阶的。仙阶还能比你重要吗？颜淡，只是我告诉你也无用。帝君下凡罹难，唯有在保全仙灵的前提下，劫难全渡，才能归位。如今帝君仙衣破损，若无神器修补，定撑不到渡劫完毕。可寻找神器地址，需在山境布阵，逐一勘察，至少需要12时辰。眼下帝君的身体撑不到那时候，除非什么？除非让帝君先死一次。帝君如今还剩最后一难，便是死难，而神器隶属帝君。神器天性护主，主人命在旦夕，神器若在10里之内，便会有所感应，回到主人身边。我明白了，也就是说，只有唐周将死，神器地址便会归来，枯石掌印便可破解。到时，罹难完毕的同时，可以恢复仙阶归位。这是唯一的办法。可如今，帝君仙灵眼看便要爆裂，肉身一旦损伤，仙灵必将不保。到时候，纵然我们找到了神器地址，他也会魂飞魄散，一切便毫无意义啊！我不会让他肉身破损的。你想怎么做？是用你的半颗汉淡之心救他吗？万万不可！天界有100位仙君，千命天衣，他们一定会想出万全之策救下帝君。你何苦牺牲自己？姐姐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他屡次被害，便是天界之人所为。此事还未调查清楚，天界之人不能插手。你不可以告诉天界的任何一个人。你可曾想过自己？若再弯心，你必定会元神俱散，性命不保。他是为了救我和我的朋友，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这半颗心，是我欠他的。若帝君康复归位，你们的关系将回到最初。高高在上的帝君，怎么会为了你一个小小的仙士而舍下3界苍生呢？900年前，你不就已经试过一次，知道答案了吗？为何还要重蹈覆辙啊？我以前认为爱是2个人生生世世的厮守在一起，可如今我重活一遭。我不光学会了如何写出动人的折子戏，我也明白了真正的爱是什么。真正的爱，便是成全对方，便是守护对方珍视的一切。
姐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颜淡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你想救下帝君，我可以破例违规，现在便将帝君送回天界。他身份尊贵，万人护佑，定会平安无事。可你不一样，我已经失去过你一次，不能再失去你第二次了。姐姐，姐姐，你听我说，他如今已经放弃了神仙的地位，不可能再跟你回到天庭上去了。你若强行带他走，定要与他激战。可他如今的身体状况经不住这一战啊！放心吧，他会自愿和我回去的。姐姐，姐姐！他竟伤得如此严重，绝不能让他在7日时限内死了。待我谈谈，他还剩多少寿数。他竟有修罗图腾，难道他是我修罗族人？是那天界仙子回来了，不能叫他看到这图腾。若错杀族人，罪责深重，此事重大，我还是先回天禀报吧。唐周，唐周，你终于醒了，我刚才都快担心死了，你没事吧？我的仙灵，你的仙衣破损，体弱晕厥，幸好刚刚有一位仙君下凡，他用仙力保住了你的仙灵。只是这位仙君说，你要尽快前往九重天，以仙气蔽体，方能保全性命。何处仙君？为何帮我？你的真身是帝君，无论你发生任何的困难，都会有神仙来助你帮你的。刚刚他们有人教我习得通天之路的方法，事不宜迟，我们赶紧前往九重天吧。来。这又是什么东西？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？这里面是九重天的仙力，是刚刚那位仙君所赠。正是因为他，我才能够开这通天之路啊！你曾说天界所立，皆为伤心，不愿回首。为什么现在这么着急回去？因为接星星。天上的众仙喜欢布施仙力，如同星雨齐落。如果能够接到的话，我的灵力便会增长。我如此喜欢找靠山，此等好事怎么能错过呢？来，唐周，我好久都没有看过这样的情景了，你快陪我回天上，陪我一起看星星吧。姐姐，我早猜到你不会容我这般做，只是百年修习，你的仙术在我之上，我只能将计就计，假意被你困住，再以你的法器破阵脱身。
学的可真像，可惜你不是他。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你的步伐神态与他不同，何况他曾经将我送他的一池星河踏碎。真正的他，是不可能让我陪他去看星星的。但我任性了一次，陪他看过了一场，生途将近。那是我最好的回忆。说吧，你究竟是何人？我跟你一样，心系于他，所以今天哪怕是两败俱伤，我也要把你带回天界。姐姐，唐舟，别伤害我姐姐。颜淡，你怎么来了？姐姐，如果你执意要带他走，你可否让我留在这儿，再跟他说几句话？我跟他之间还有些恩怨未了。抱歉，颜淡，我并不知你有姐姐，以为是傀儡叔所化，我这才贸然出见的。你认出来那是别人，不是我，为什么？心爱之人，不只用眼睛去看，还要用心。你说你爱我，那你有何凭证？如今我身无长物，唯剩此剑，以正我心。好啊，那你这条命呢？颜淡，姐姐，你骗了我一次，我也得骗回来啊！你现在身上绑的是我的灵根，如果你一旦想要逃脱的话，就要切断它，那样我就会变回原形了。姐姐是不会伤害我的，对吗？颜淡，你别冲动，你一旦做了，就真的回不了头了。你说你爱我，那好，我问你，你愿意为了我放弃你的性命吗？我愿意。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。你曾经欠我一条命，如今还回来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两不相欠。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你是繁华人海一场落花中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我说过，
我这条命是你的，你要拿便拿走。只是牵妻而深，无法了断。只看回首，烟火岸上有白首，一朝天涯熬红豆，去到人间尽修好时候，看淡才开人厮守。其实，你不用在乎那么多的，知道吗？你可以不在乎，但是我不能不在乎。你们狐族之前可是仙族，再加上你可是狐族的公主，我必须得拿出10分的诚意，这样你爹爹才能安心把你交给我。早知道有一天我会遇到一个这么喜欢的人，我就每日精修功法，精湛学术，成为全世界最好的妖，这样我才配得上你。小乌龟，就算你什么都没有，我也一辈子跟定你了。何人竟敢私闯妖族禁地？可以了。7日之内不能沾水，否则伤口会感染。还有啊，要注意忌口，什么辛辣、海鲜、生冷的食物都不能吃，明白吗？你这年纪轻轻的，怎么学得如此破马？小人！昨日喝完了如意酒，你可想明白你内心所想了吗？不跟他们回凌霄派，真的是你内心最深层的想法吗？上次离开，
我心中很是愤怒。但是这一次，我是真的放下了。之前在镜湖水月，我已经说过，以前我肩负着师门的责任，可现在我却为自己而活。我不愿留下遗憾。燕丹，我想让你明白我的心意。我最想守护的人就在眼前。既然你已经知道我恢复了记忆，那你便应该知道，我之前说的那番话都是真的。你我之间绝没有半点可能。待我帮你寻回4大神器，你回归天界，重新做帝君之时，我们的情分便是缘尽了。燕丹，昨夜的如意酒十分有效，你教我酿酒可好？如意酒的材料十分罕见，已经没有了。既然原料珍贵难觅，那就算了吧。你孤身在寒夜中采集花露，难道只是为了让唐周睡个好觉？于墨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我刚刚找你找了好久。我闲来无事，便出去走走。什么？我给你配制的药，可以治你身上的疤痕。其实这个药的配方，我前段时日已经得到了，只是其中有一味月光非常难采集。月光？对啊，这副药是由风花雪月特配而成的。前3种我都已经采集了，唯独这最后一味月光。月光需要新月、满月、上弦、下弦4种整夜的月光才能配制成功。哦，那你去迷须山就是为了采月光的吗？是啊，正好那夜是下弦月，就是我收集的最后一道月光。我之前在野兰山的时候，曾经答应过你，一定会帮你把身上的伤疤治好。我当然要言而有信了。如今有了这个药，你身上的伤不会再反复了。你真心待我，我却那般想你。燕丹，对不起。好了，不要再说感谢我的话。我以前忘记前尘的时候，灵力又低微，多亏了你在护佑我，而如今我已经恢复记忆了，并且灵力大增。以后你这条小黑鱼啊，就靠我这靠山吧。好。禀告山主，百灵怎么了？紫离山主和琳琅失踪了。什么？
唐公子，冒昧打扰，想与你做一桩生意。吴影寿传信要我，明日携带神器前往凤泉谷。神器上交之后才能放人，否则琳琅和紫林会有性命之忧，而且整个山境也会遭受灭顶之灾。玉墨，正是东海龙宫中的那只无影兽。自我们寻找神器开始，你因为忘记前尘，所以不懂得仙法，很少使用3大神器。有谁知道神器是在你身上的？又有谁以紫菱还有琳琅作为要挟呢？会不会是神霄公主？不可能。昔日创世之战，她便连同龙王里应外合，屠杀我九岐一族。之后仙魔之战，又杀我师父。我与此人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我定能认他。北冥仙君不是战死的，这个人是谁？此人再次现世，为什么这一次却是冲着你来的？我第一次下山捉妖之时，被人追杀，所入法阵损了仙衣，而如今他既然知道我还活着，定会再次动手。此人在九岐灭族之时便已开始计划，足见其深谋远虑。经过数万年，又无人知晓，足见其如此细致。现如今，他要知道唐州下凡历难的一切消息，又能轻而易举地将他的仙衣破损。如此推断，他定是仙上非常尊贵的仙鬼。如今他知道我尚存于世，却没有直接杀入山境，那是因为他知道夜兰山正是妖族的聚集之地，若是生战的话，那必定会惊动天界，所以他不敢轻举妄动。所以你更不能将神器交出去，不然当年那些惨死的人更是枉死了，夜兰山也会有危险。一旦你身死的话，三界必定会大乱。你们这说的也太邪乎了！这位唐州唐公子是什么大罗金仙转世啊？怎么感觉我们山境要大祸临头了？对了，颜丹，你曾经说过我是天上的帝君，我以为你在骗我，难道这是真的？我们不然去问问陆明吧。不可。此人若知唐州还没有离世，定会调查是谁破坏了他的计划。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去问陆明，定会将他陷入为难之中。那我立刻调进山境众妖，哪怕那人是大罗金仙，只要我们妖界万妖齐心，总能把人救下来。你想的实在是太天真了，此人的妖力一定非常非常的强盛。如果此刻你集结大家，跟送死有什么分别？颜淡说的没错，可是，如若唐州的仙力还在，再加上我的九岐之力，我们两个说不定可以赢他。现如今，他的裂痕之症已经灼伤他的肉体，若再使用仙力的话，恐会性命不保啊。我有一个。山主，紫妍，山主，你别着急啊，山主会把琳琅救回来的。紫妍，山主，我能找到我姐姐。狐族嗅觉闻名三界，对狐族人而言，每个人的味道是不一样的，哪怕远隔千里，也可以寻其气息，辨其方位。我姐姐就在风泉谷中，山主哥哥、颜淡姐姐，你们带上我吧。我记得你以前没有喝酒的癖好。这是以前你的癖好，只不过你不记得了。月破之日，天地两冲，有流星美景，却是不期之祥。
对于天上的仙官来说，流星不过是应卯的差事；而对于像你这样修行的人来说，则是占卜凶吉的方式。还是普通的凡人好啊。他们对着流星许愿，并且认为一定可以实现。别动。许愿谁不会啊？是啊，许愿揪我的睫毛，这合理吗？不行，我要揪你一个。哎。这小人，燕丹，你知道我许的是什么愿望吗？3界太平，终生喜乐呗。我希望你能像从前一样快乐，然后你喜欢我。翠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。会走出一你来到凡间，不过是来历练的。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一场梦。看到了吗？流星汇集的云彩处，才是你最终的家。你早晚都会回去的。神仙是不得有情的，我们是不可能的。你早晚都会回去的。若是我不愿意回去呢？如果我们计划落空，明日我将神器交出去，就再也无法归位了。可那样你会死的，你知不知道？若是我死了，你会原谅我吗？燕丹，虽然你一直不肯告诉我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里看流星吗？900年前，我曾经也跟一个人看过流星。刚开始我很讨厌他，可是后来，我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他。这个人救过我，也伤过我的心。但他跟我说，他肩负着众生，他的心里不能有任何的牵挂。那个时候我不明白他的意思，可是我现在明白了。无论是人、妖，或者是神仙，他们都有自己的责任。所以唐周，你不能留在这里。可是燕丹，那个人不是我。你跟他一样，你们肩负着一样的责任，你们不得不去承担。我不想等你以后回忆起所有，你会后悔和不甘。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，
我一定会让你顺利归位。可是燕丹，我跟那个人不一样，我不是他。雨墨，救我！姐姐，紫嫣，紫嫣，姐姐，救我！雨墨，你发什么呆的？快啊！紫嫣，紫嫣，雨墨哥哥，姐姐在那儿呢。快呀，雨墨！姐姐，紫嫣，紫琳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姐姐看看。你不是我姐姐，这不是她的味道。怎么了，紫嫣？怎么会呢？可你分明是她。紫嫣，傀儡术。这狐族的嗅觉果然敏锐，可惜呀，白长了那狐狸一条尾巴。唉，竟然还能被识破。你这个看我姐姐的尾巴，我跟你拼了！别动！别动！再不束手就擒，这孩子的命就算在你身上。如此老套的戏法，竟然演到我的头上。紫嫣，乖，把眼睛闭上。唐天师，没想到我们还有重聚的一天。阁下如此执着于我，为何不敢现身呢？你一个将死之人，何须赌我真容？